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进信会千万别生气。看题目大家就知道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进信会，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当然我们这个频道说了很多基督徒都不想听的东西，但是请先不要反驳我。如果大家静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觉得我们所说的能够带给您一些深刻的反思，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初衷。至于得罪了谁，求主怜悯吧。希望大家都是主内，不要有那么多的抱怨，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才是我们最要紧的事情。当然这是本频道开通以来第一次单独的面对一个宗派，而且相当于挑战这个宗派。当然我们完全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资格来挑战什么宗派。也许题目起得夸张了一点，但是如果您能够认真看完这一期节目，并且觉得我们的思考角度是您之前所没有的，而且呢还觉得我们所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道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其实今天我们的分享涉及到一个一直以来我们都想谈论，但却一直没有能力谈论的话题，时至今日也没有办法全面性的给大家呈现，所以今天只能说是抛砖引玉，从一个很小的角度先来谈一点，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和大家全面性的解读。好了，不卖关子了，进入今天的正题，进信会千万别生气。进信会作为当今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派，在全球范围内信徒的人数至少达到1亿人以上。然而通常进信会都是采用联会制，也就是各教会之间呢是平等的关系，不像总会制的那种教会体系从上到下的管理制度。联会制是一个相对松散的联合体，各教会人员之间独立，财务也是独立，看上去是一个系统，但又互不隶属。所以不管从教会的数量还是教会的人数，全球范围内都是比较难统计的。这也导致当你看到一间北美的进信会教会和一间亚洲的进信会教会，看起来都是进信会的教会，但很可能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教会，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可能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进信会的现状。相反，我们看到北美的信义宗和亚洲的信义宗教会，总还是高举一个因信称义。由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确犯了很大的错误，欧洲范围内的基督徒逐渐的清醒过来，最后发现罗马天主教过于强调行为，这种因行为称义的教义让信徒们走入了极端。所以马丁路德开创了宗教改革的浪潮。路德宗也称为信义宗，就是以马丁路德神学思想为基础，强调因信称义。这使得信义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够坚守同样的一条教义，可以说这是核心的教义，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核心的价值观。这是所有信义宗信徒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每谈到一个宗派的时候，都能够说出这个宗派非常典型的特点。比如改革宗长老会强调神的主权，而且比较积极地参与社会问题的批判。又比如卫理公会强调个人的圣洁生活，并且积极地参与社会慈善。这些宗派都有非常鲜明的教义特点，或者说所持守的神学理论。但是如果让你说一说进信会的特点，好像一时之间说不上来。我们把前面的几个宗派所坚守的神学思想捋一捋。信义宗的因信称义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改革宗的神的主权也符合圣经真理，卫理公会的个人圣洁生活同样符合圣经的真理。也就是说，这些宗派所持守的都是能够经得起圣经真理检验的。然而
浸信会所持守的圣经真理是什么呢？或者说浸信会最看重的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浸信会这个名字就很特别。浸信会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就是受浸礼的信徒，也就是当人受洗归主的时候，这个人受的洗礼方式是浸礼。那么什么是浸礼呢？就是全身浸入水中，更严格一点的说，应该是受洗者必须面朝下，并且逐渐下蹲坐进水中，直到整个人淹没在水中，这样的一个姿势。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教会采用的洗礼方式是面朝上躺入水中的方式。对于传统浸信会来说，这种洗礼方式是错误的，也可以说按照浸信会的标准，这种洗礼方式是不算数的。不过我们把整本圣经翻一翻，似乎面朝上还是面朝下，圣经并没有交代。然而整个全身进入水中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强调。可是浸信会的人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洗礼这个词希腊文的原文意思就是投入水中或者进入水中的意思，也就是说要被水淹没。如果不能全身淹没在水中，这个洗礼就是不算数的。而浸信会为什么会坚持这样的洗礼方式呢？其实最早是为了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点水礼。所谓点水礼，就是用水点在受洗者的头顶上。看上去这种洗礼的方式只是意思一下，给人感觉没有浸水礼那么隆重。很多浸信会教会在浸礼的时候都要身穿白袍的，很有仪式感。所以浸信会所坚持的就是浸礼，他们强调的也是浸礼。那么关于浸礼的部分，我们就说这么多就可以了。说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浸信会这样的坚持也没有错啊？基督徒洗礼难道不应该隆重一点吗？强调仪式感也没有错呀。所以浸信会坚持这个又有什么问题呢？一些传统的浸信会牧师讲道的时候提到施洗约翰，他们都不说施洗约翰，他们会说施浸约翰。说受洗的时候不说受洗，一定要说受浸。总之，所有关于洗礼的词都要改成浸。可是和合本写的时候就是写的施洗约翰和洗礼呀，难不成浸信会要把圣经改一改吗？当然，就算他们把圣经中的洗改成浸也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的疑问是，浸信会到底坚持的是什么？洗礼采用浸礼的方式 OK， 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当信徒洗礼的时候，有条件进行浸礼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条件实行浸礼，那怎么办呢？浸信会起源于英国，英国属于温带的海洋性气候，全年气候温和多雨，水对于英国来说从来都不是什么问题。而浸信会通常都是在室内进行浸水礼的，所以不论冬天还是夏天都没有问题。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在室外也可以进行浸水礼。但是当福音传向世界各地的时候，到了雨水贫瘠的荒漠，到了河流稀少的高原山区，这样的地方很多，中东、北非、美国西南部以及南美，这里有很多全年干旱的地区，这里的人喝水都成问题。如果有人想受洗归主，那么找一个全身进入水中的洗礼池是没有可能的。又比如寒冷的高纬度地区，
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寒冷的，气候糟糕到根本不适合人居住。一些部落地区的居住条件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洗礼的时候全身浸入水中，那等于要了这个人的命。罗马天主教为什么采用点水礼？当教会兴起的时候，人数暴增，罗马天主教一度连神职人员的数量都不够，更别说为每个信徒实行浸礼的。虽然这并不是教会使用点水礼的全部原因，但是如果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信徒要受洗，该怎么做呢？打一个比方，一个干旱喝水都困难的高原地区，一个信徒想要受洗，但却得了重病，活不了多久了。等到雨水再来的时候，可能数月甚至下一年。作为教会的牧师，你能说浸礼的条件不具备就不给人施洗了吗？虽然这个例子有一点极端，但却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关于圣礼这件事情，我们需不需要变通，还是要一根筋的坚持？所以当今天还有人在争论浸水礼还是点水礼的时候，我觉得这根本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浸信会是不是在一些没有水的地方就不传福音了呢？这些地方的人因为没有办法实行浸礼，就不能成为基督徒了呢？基督教是让信徒更明白神的救赎重要，还是各种圣礼的形式更重要呢？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在一些太平洋的小岛上，很多岛屿是远离现代城市的。当福音传到这里的时候，教会举行圣餐礼怎么办？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的圣餐礼都是葡萄汁和无酵饼，而这些远离现代社会的海岛，这里只有椰子和鱼，他们的圣餐只能用椰汁和生鱼片来代替。虽然这不是圣经中所记载的圣餐，但你能说这样的圣餐就不算数吗？所以当今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希望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不要生气。浸信会能够在圣经中得到启示，让我们知道原来圣经中洗礼这个词其实是浸入水中的意思，这很好。所以有条件的教会能够为信徒实施浸礼是好的，但是如果条件不具备，也不用局限于圣经上文字的条条框框。所以今天的浸信会应该更清楚地明白神兴起这样一个宗派到底要做什么。我想绝对不是为了告诉大家什么是浸水礼这么简单，所以浸信会应该在浸礼之外更多的领受神的启示，不要每次布道会的时候只说浸礼有多么的符合圣经。圣经中有那么多丰富的恩典，焦点不一定都在浸礼上面。这是但凡有一点点常识的人都能够想明白的。今天我们的教会真的很懒惰，我们躺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不再努力了。事工为导向的教会更加注重外在的东西，而内心却是贫瘠空洞的。这不仅在浸信会，所有的宗派教会都存在这个问题。求主怜悯。原来如此，我们下一期见。